未央，你是本都最得意的弟子，本都这么对你，你心中不会怪吗？奴婢这条命皆是大人所救，自然全凭大人吩咐。大人让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那你记住了，待会儿那阉狗来的时候，务必摘了那阉狗的脑袋。记住，你的机会只有一次。如果你失败了，大人放心，奴婢一定竭尽所能。你我二人相争多年，你当真要为了一个女人来换取东城与锦衣卫10年爱情？是个美人胚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东厂的人。身为玩物，首先要做的就是忠心。阉狗，拿命来！传说东厂厂公只善谋略，不善武力，如今看来只是江湖传言。败给你，我不冤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如此美人，怎能死在这肮脏的地方呢？要死，也该死在本座的美人塔上。一个阉人也敢消受美人恩，真是痴人说梦。等回了东厂，再教你规矩不迟。你确定你拦得住我？你确定你拦得住我？我是拦不住你，但他可以。你早就被我中了噬心蛊，如果你愿意一命换一命的话，我就给他解毒。噬心蛊发作起来疼痛难忍，堪比炼狱之苦。他为你做了这么多，你竟狠到如此地步！一枚棋子罢了，我既然能杀他父母，更何况是他？用一条狗的性命换你东厂厂公的项上人头，稳赚不赔的买卖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你放过他。一条阉狗，装什么痴情装？罢了，我成全。你刚才说的可是真的？如果不让你心存感恩，你怎么会心甘情愿地为我做事这些？所以说你倾心我也是假的。我怎么可能倾心于你一个贱人？君无形那个蠢货，怎么会觉得噬心蛊有解药？这蛊毒一发作，片刻你就死了。娘，你怎么了？娘，你忍一忍。愿不愿意跟我走？以后我在的地方便是你家。这里是
如烟阁，我不是死了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等等，我该不会回到3年前了吧？如今年号是多少？元宗13年。未央姑娘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老天有眼，我竟然重生了！谢恒之，这一世一定要把你欠我的全部夺回来。这都宫底下4000户，唯独对姑娘您呀独一宠，特地命我送来这绫罗衫，今晚好生伺候。哼，姑娘，您这……我还有任务在身，这陪榻之人不如另作他选。都宫那边我自会解释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拦我？滚出去！这个时间，沈玲珑不可能在这里，怎么回事？坊间皆传恒之手下有一绝色暗物，与我相似无二。今日一见，也不过如此。怎么，我的男人滋味如何？不过皮毛与我几分相似，竟敢妄想取我而代之，谁给你的胆？尤其是你这双勾人的眼，我看了真是恶心至极。不如挖了，省得你一直惦记着不该惦记的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抓到暗牢里。放了他。怎么心疼了？不会真如外人所言，你对他不喜？惩罚一个下人罢了，何必亲自动手，耽误自己的事。明日我便进宫，请陛下为我二人行贿。恒之，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。至于他，不过是个替身罢了，哗众取宠的小丑。恒之，你放心，我爹官拜当朝右相，由他在朝中辅佐你，再也不用忌惮军务鞋了。至于他，一替身而已。恒之，杀了他应该无伤大雅吧？放心，我替你处置。天色不早了，我命人送你回去。原来前世你也是这般周旋在我和沈玲珑之间，可笑，我还在为你顾虑，真是眼瞎。督公，奴婢有要事禀告。哦，什么事？听闻那东厂厂工培养了一批艺姬，准备送入宫内，或许这是我成为内应的好机会。你的意思是说你要去？若我能成功混入，定能助督公一臂之力。未央，你若去了东厂，本座可就护不住你。能为督公办事，哪怕刀山火海，未央也在所不辞。本座自是信你。未央，你我之间不必用那种莫须有的东西。谢督公，未央一定全心全意辅佐督公。大圣厂工，这一批艺伎姿色倒是不错，但选你们谁领舞好呢？我，就你这姿色也配？厂工，看看我，一群小丑，这领舞自然是非我莫属。竟然是他！你过来。谁教你的易容术？这么拙劣的技术，也敢来班门弄斧？小丫头，本座看你有点眼熟，是否见过？大人怕是认错了，小女出身卑贱，大人这般尊贵，不会见过小女的。你的意思是，本座记错了？小女不敢。我怎么记得谢恒之有只不听话的狗3番4次的刺杀本座？本座瞧你有几分相似，你解释给本座听。大人冤枉，
小女子出生起便在如烟阁，大人若是不信，派人去一问便知。进入东厂，认识我东厂的人，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忠心。你懂就好。可天下间忠心最难辩证，你如何自证？大人让我如何自证？都说关心自证是最有诚意，但本座不忍你这般，不如挖一只眼来瞧瞧。不是小女不敢，只是说少了一只眼入宫，陛下知道。好大胆的人，敢威胁本座！挖眼自证，本座可以考虑放你。若你不愿，本座认为你就是谢恒之的细作，现在就地正法。要想复仇谢恒之，我就得借助这阉狗的事。要想复仇谢恒之，我就得借助这阉狗的事。比起前世噬心之苦，这点痛算得了什么？大人，洛芬说这批艺妓中有细作混入其中，本座也不需要你挖眼自证了。你是不是细作，洛风一试便知。洛风，是。除了谢恒之，无人知晓我的艺伎。难道谢恒之故意走漏了风声？姑娘的手掌心这么厚重的茧，倒不像闺中女子的手，倒像是习武多年之人。说，你到底是谁？奴婢出身贫苦，粗活做惯了，掌心自然有茧。大人莫不是连这个都不知道吧？不必大人动手，大人若是想看，奴婢自己动手便是，用不着劳烦大人。洛风，去查剩下的人，一定要抓到细作。是。我不是细作，我真不是。既入了东厂，就该对厂公忠心不二。若被我发现谁有二心，他就是下场。小丫头倒是有趣，你愿意在本座身边伺候本座吗？这狗男人在打什么算盘？怎么，不愿？小女愿意。大人不可。本座已决定。那些追杀你的坏人被我引到东边去了。吃了这些，沿着西边那条河一直走，就能出京都了。这份恩情，等我长大后必定还你。本座倒要看看你还能装到何时。你怎么在这里？你怎么在这里？在本座面前，你怎敢称呼你？本座的早茶呢？还需要本座亲自来请吗？刚捡回来的小命，这就不想要了？奴婢这就去泡。
太凉了，重新泡。太烫了，想烫死谁？本座喜云间白毫，谁都不知。奴婢这就重新泡一杯。你生于京都，怎么会懂北疆独有的簪花点茶之术？奴婢这簪花点茶之术，是师出于如烟阁阁主柳如烟。大人若是不信，派人去一问便知。难道你不知道本座从来不去那种烟柳之地吗？奴婢再去重新泡一杯。不用了，等你泡来。本座入宫都该迟了。晚上别忘了本座的夜酒，不然绝不轻饶你。不知道重生以后的事，还和记忆里一不一样？眼下当务之急是得让这烟狗信我。锦衣卫的下作东西，别装了。骆大人，您这是？你瞒得了场公，瞒不了我。你说你掌心的茧是干活所致，但你不知道，习武之人除了掌心有茧，虎口处也会生出一层薄茧。光凭手心的茧就断定我是奸细，未免太过于武断。不到黄河心不死啊！你若不信，那就受我一掌。如果你能受得住，便信你。好啊，还知道隐身命。你要知道，就算是习武之人也受不住我这一掌，更何况你一个毫无内力之人。对场公不利的人，可谋杀1000，不会放过一个。哪怕重生一世，我依然无法改变自己的结局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欧阳姑娘醒了，这是场公命我给你拿的衣服。我的伤当然是场公治的啦。欧阳姑娘真是好福气，我们入府这么多年，还是头一次见场公如此在乎一个下人呢。场公在哪儿？场公在浴池沐浴。欧阳姑娘，场公特意吩咐了，今夜不要你伺候。欧阳姑娘，你去哪儿啊？看来坑里那老庸医没骗我，这么快就能下地了。大人为何要救我？好不容易又有个有趣的玩物供本座消遣，本座怎么舍得你死？发现了。大人，你怎么会是完整的二身？听你的语气，很失望。奴婢不敢。知道本座的秘密，本座该怎么处置你？奴婢对大人绝无二心，愿生死追随，求大人明鉴。生死相随吗？只有死的人，本座才相信他不会走漏风声。那我就赌一次，赌你不会杀我。你这是对本座投怀送抱。奴婢只求大人垂怜，奴婢不想死。只是为了活命，你就愿意委身于人？这狗男人真是邪无常！你以为本姑娘想要肉偿？我只愿意委身大人一人。大人若不信，奴婢不如死了算了。要是走漏风声，本座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大人放心，未央定将大人的秘密带进棺材。
敢用美色勾引长工，此女必不可留。还好，总算短暂骗过那烟狗。你是谁？陆枫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这么针对我？若不是长工，你早就没了。你以为还能瞒得住我？不过是谢恒之的一个燕尾，你有什么胆子？爬上长工的地步？陆枫，你敢对我动用私刑，难道不怕大人知道吗？怕，简直是笑话！你这样的下人，就算我把你杀了，长工也不会怪罪我。说，谢恒之把你送过来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你若不说，今日就别想活着出去。我不认识什么谢恒之，更没有爬上长工的床。第一次，你用拙劣的易容术妄图引起大人的注意；第二次，你与大人共处一室，不惜以自己的身体引诱大人，还将有第三次吗？做梦！我只有1刻钟的时间，如若再不招，我便亲自送你上路。看来洛夫没掌握证据，所以才会严刑拷打。我必须拖延时间，这样才能运功恢复伤势，逃出去。杀了我，你敢吗？你就是一个蝼蚁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是吗？既然你已经有我的罪证，那不妨让大人知道，想要我的性命也来拿便是。不怕你不善，就怕你不敢。真是笑话呀！在东厂除了长工，没有人敢这么挑衅。空有狱中之心，真是蠢货！这么轻易就被我挑拨，也不怪你将我误认为是细作。你说什么？若风，我们来打个赌。相灭之前，大人必会寻到此处。若我死了，我担保你会给我一记黑字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长工会为了一个下人上街，还会来这里找你？都是你拖延时间的手段。当日我错杀了那个武姬，至于让你这个奸细混入府中蒙蔽长工，还想误导我，用1炷香的时间来拖延时间。今日你若不交代谢恒之，就是玉帝来了也带不走你。既然你死都不肯说，那我就除了你这个祸害，免得你日后害了长工。天要亡我，天要亡我。大人，谁来救我？此女是锦衣卫派来的奸细，属下正严加拷问，亦揪出幕后指使。谁给你的胆子替本座做主？大人，属下没错。初度想念，恍若昨天，今生却锁在你眉目间，泪如笔墨只言，能自己走吗？书写从前，来不及回望你的脸，你眼中的缱绻消失不见，一瞬间换来几世怀念。似白发万断崖，继续落幕残花，任宿命掀起红尘，决绝放下。今生劫如荷花，任回忆留伤疤，留无憾，曾经有你牵挂。大人，
过来，本座为你上药。大人，这怕是有不妥。有何不妥？在这里，本座说一，无人敢说二。这么看，这烟狗好像也不错。这烟狗突然对我这么好，该不会联合洛风，使一出击，再次试探？别在心里偷着骂本座。洛风已经领罚，以后也不会再对你造成任何威胁，你只需好好服侍本座。奴婢生是大人的人，死也是大人的鬼。本座要的不只是你的人，更是你的心。奴婢日后定以忠心报答大人今日之恩。公请。长公请稍事休息，我去前厅准备宝物。大人为何要来这里？坊间传闻月宝斋寻一件稀世珍宝——沧海明珠。本座觉得好奇，就过来看看。沧海明珠？传说这沧海明珠是天女所化，乃世间女子所求至宝，想不到就会出现在这里。收起那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你不是死了吗？恒之，你终究还是舍不得这个3分下午的下作东西吗？不听话的狗偷跑了而已，你要杀要剐，我都无意见。奴婢如今已入东厂麾下，沈小姐若要杀我，不怕与东厂为敌？不怕与东厂为敌吗？几日不见，你这个贱婢还学会狗仗人势了。奴婢不敢，实话实说罢了。你一个区区奴仆，竟敢言语污蔑于我！来人！什么时候本座的人需要神府来评判了？别以为是沈家之女就可以在本座面前大放厥词。混账！你一个区区阉人，敢对本小姐放肆！君无邪，别以为你东厂示众，我就怕你。沈小姐说话需要注意分寸，莫引火烧身，真不自焚。大人，奴婢不敢明白。本座底下的人不允许别人见她，回去自己领罚。是。今日是来约炮的，不是来斗气的。大人，请喝茶。有事相求。大人今日所见，奴婢不敢隐瞒。奴婢原本确实在谢恒之府中当差，不料被沈玲珑误会我与谢恒之之间的关系，要打杀奴婢。为了活命，奴婢不得不帮谢恒之做事，进入府中成为求大人明鉴。奴婢从未做过对不起大人之事，且没有给他传递任何消息。已入府中，已经做好了成为大人府中一柄剑的准备。本座什么时候需要人家用过的剑？本座倒要看看你与谢恒之是否如你所说那般清白。大人，别！不要脸的浪荡女和登徒子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做出如此孟浪之事。出门在外，谨言慎行。玩得再花哨有何用？废物一个！各位大人，沧海明珠已准备好，请各位大人移步前厅。坐。大人，奴婢身份低微，
有本座在，你不卑微。昔日贱婢没想到也爬上了枝头，只可惜爬的是个无故枝。本小姐跟你说话呢，谁给你的胆子不正眼看我？你一个卑微的奴仆，就该被我踩在脚下。听闻沈家大小姐飞扬跋扈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好惹呀！嘘，不要命了！沈家小姐你也敢议论？哎，这沈家大小姐明面上是教训下人，实则怕是冲着某位去的。既然沈小姐如此，那就怪不得奴婢了。你竟敢打我！沈家大小姐当着人的面被裹了一巴掌，不是我眼睛瞎了吧？不会吧？这下人竟敢以下犯上，不要命了！上一个敢这么对沈家小姐的人，早已经被拉到街头五马分尸了。沈小姐出言不逊，污蔑我家大人，奴婢自当该教沈小姐什么是规矩，什么是体统。我教训的是你，什么时候说君贤了？吴用之，难道不是暗指我家大人？你一个卑微的贱婢，竟敢在这颠倒黑白！本座的人自会管教，难道沈小姐要越俎代庖吗？各位客官久等了，沧海明珠，请各位客官长眼。这沧海明珠世间仅此一枚，各位客官如果有收入囊中之意，今日可千万不要错过呀！如此珍宝，自然只有我配得。我出3万两，一出手就是3万两。这沈家大小姐果然财大气粗啊！沈家小姐果然出手阔绰，岂是那种狗仗人势的人能比的？对对对。美阳，这明珠送你可好？想起它极衬你的肤色，夜间瞧来别有一番滋味。多谢大人。50万，50万，我没听错吧？长工大人竟然为这个丫鬟出50万！恒之，我要她。长工无心头之爱，拍下也不知赠与何人，何必浪费天庭呢？谁说没有？一个区区贱人，竟然配得上如此稀世奇珍，我出60万。既然大人舍得，那奴婢就却之不恭了。80万，100万两，200万两。那阉狗分明在戏耍我们，论财力，谁能比得上东厂？沧海明珠虽好，但也不及200万两。他一个下贱胚，何能配得上如此稀世珍宝？早就听闻这沧海明珠夜间拿出可耀如白昼，如今一见果然如此。只是可惜这明珠虽好，被人惦记上，不免觉得恶心。未央，我一定亲手将你千刀万剐，解我心头之恨。未央，我一定亲手将你千刀万剐，解我心头之恨。恒之，你就这么看着他们踩在我头上不成？放心，我自有安排。恒之，你若今日还向着这个贱婢，我便回去禀告爹爹。督工，你怎么来了？未央长本事了，我都有点后悔把你放在那阉狗的身边。大人哪里的话，这般显事自是未央分内之事。大人陪好沈小姐，早日得沈相之事才是。未央，你是当时在怪我没有偏向于你？奴婢不敢。未央，我都是无奈之举，唯有我们联手除掉那阉狗，你才能名正言顺地站在我身边。玲珑他嚣张跋扈惯了，但我得借助他父亲的势力，所以只能暂时先不去你。未央，你可不要忘记你的一举一动。今日是那阉狗也在，奴婢只是怕被他发现。你在那阉狗身边潜伏这么久，会有发现什么重要的事情？当真？好，未央，你要时刻牢记，你到底是谁的人。
我来。大人这是做什么？你不是说要做本座最锋利的刀吗？你不是说要帮本座对付谢恒之吗？奴婢从未做过对不起大人之事。还想狡辩？大人明鉴，奴婢与谢恒之见面，传递的都是假消息，从未做过对不起大人之事。你知道本座说的不是这个。本座掌管东厂多年，手底下的人都一清二楚，包括你也在本座的掌控之内。之前的投名状是害怕本座才迫不得已说出来的吧？飞扬，你忠心不诚呀，不如将你的真心挖出来，看看是真心还是假意。未央不敢自圆其说，但能够向大人担保，绝无二心。你说，之前你是怕沈玲珑打杀才进入本府，但本座怎么听说你跟在谢恒之身边数十年，杀人无数，心思缜密，会怕区区一个沈玲珑？不想死，就只能选本座这边。奴婢发誓，从未对大人起过杀心。奴婢之前是跟在谢恒之身边不假，但那是因为奴婢父母被强盗所杀之时，被谢恒之救下，才得以存活至今。好，这样说，他倒是对你恩重如山，你该如何偿还？做的命啊！奴婢不敢。大人可问，是谁杀害奴婢父母，让奴婢从女儿家沦落着厮杀的一把刀吗？是谢恒之。奴婢偶然听闻，谢恒之当年看上奴婢的美貌，便吩咐手下假装强盗，杀害了奴婢父母。可怜奴婢那父母未曾想过一日复返，却要被奴婢所牵连，惹来杀身之祸。他们只是普通的卖烧饼的老百姓，谢恒之竟如此残忍。确实是副好皮囊，不过谢恒之的手段的确有些下作。如若能换回父母的性命，奴婢宁愿不要这副皮囊。谢恒之的杀父之仇，奴婢死也要报。谢恒之想借奴婢的手来害大人，奴婢偏不让他遂愿。大人，奴婢是真心的。奴婢生是大人的人，死是大人的鬼，望大人明鉴。大人，您这是做什么？珍宝阁时，你告诉了谢恒之何消息？奴婢告诉谢恒之，大人您会在中元节当晚会见军机处大臣，借此收买人心。你倒是敢说。没这个胆子，奴婢也不敢出现在大人的面前。继续说。如烟阁是谢恒之的产业，奴婢将此条消息透露给他，他一定会派出人马，准备抓大人现行。此时人证物证俱在，大人您勾结朝廷命官的罪名，可就逃脱不掉了。我和谢恒之相争多年，也算是知己知彼。你凭什么觉得一条假消息竟可以让他用尽全力？飞扬，我该不该信你？奴婢跟在谢恒之身边10数年，这点信心还是有的。至于信我不信，全凭大人。那依你之见，此事该如何？大人不妨在中元节当晚将计就计，引谢恒之出动。他既然想趁此抓住大人的把柄，大人不妨给他个机会，让他来个竹篮打水一场空。飞扬，你周旋在本座与谢恒之之间，真是如鱼得水，满盘皆算呐。奴婢与谢恒之之仇不共戴天，不会偏颇，还望大人抓住此次机会。不过试试又何妨？若是这次事成，本座便不再怀疑你；若是失败了，
沈小姐，洛风带到。沈小姐大费周章请我过来，有何贵干？一直听闻洛侍卫是长公身边第一人，可近日陪在左右的可是未央，洛侍卫可心有不甘。沈小姐若是来帮锦衣卫走狗跳消息的，不如直接杀了我。未央同是咱们的敌人，咱们不如联手。我死忠大人，绝不会为锦衣卫走狗合谋。忠心有余，脑子不足。我且问你，未央的存在，你是否心中不安？给你家大人是否带来了麻烦？未央在督公手下数十年，怎会一朝叛变？可如今他野心越来越大，敢觊觎我的男人。本小姐自降身段，跟你和谈，你却不愿。背叛大人之事，我绝不会做。只是想除掉未央罢了，与你家大人何干？你想我怎么做？此药无色无味，喝下轻可避免，以绝后患。我与沈小姐没有交集，今夜之事还请沈小姐忘记。不是说大人见我，大人呢？等着便是。请。这茶汤品质不错，不像是这个酒楼应有的品质。这里面加了无色无味的毒药，味道自然是好。今日不是大人想见你，而是我想要你的命。你怎么？我怎么没死？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浑身无力，内力尽失啊？我是该说你蠢被人蒙蔽，还是该说你愚忠？你怎么知道？大人见我，又怎么会约在这种地方？放心，一些迷药罢了，一个时辰会自动解除。你安分点儿，不然不保证下次会在你杯子里放什么。大人，奴婢已将文怀玉的名字告知谢恒之，计划可如期进行。来，帮本座沐浴。今日哪只手留下？本座的人却与他人有男女之欢，你让本座如何能忍？奴婢让谢恒之取得信任的方式，并非以身体取悦。你是说与血痕之数十年，从未被他破身？但你愿成为本座的女人吗？奴婢，本座的身份是阉人，府里并无女人，你是第一个，也是个例外。未央身份地位，来历不明，不配大人。与大人举案齐眉之人，必然有他人。想不想当本座的人，可由不得你。大人的恩情，无需我自己来还，那奴婢便随了大人的愿。够了！我要的不只是你的人，还有你的心。今日如烟阁已清场，长工里边请。这是我们如烟阁上好的四哈碧螺，请您品尝。未央姑娘，您这是？放肆！这场留着等贵客来时再喝吧。大人，
刚刚这茶被下了药，与这姑娘的熏香碰撞，便会使人中毒昏迷，神志不清。做得不错，若论分赏，待今晚回去再说。奴婢告退。姑娘，事情是否生变？燕狗未其任何异心，此刻前往如烟阁的马车上，坐的正是军机处文怀玉。这怪不得督公对你心甚不已，而我为督公出生入死这么多年，也就只帮他管理这小小的如烟阁。姑娘做事果然周全。外面情况如何？督公的人马已经围住这如烟阁了，就等那文怀玉和那烟狗自投罗网，这届时勾结朝廷命官，足够那烟狗吃一辈子牢狱之灾。而你呢，有功在身，这督公自然会给你个名分。好戏马上就要开场了。大人，如何？大人放心，如烟阁已被我们包围。那烟狗进入东厢房多时，时不时传有声响，看来必是温怀玉。好，君无邪。过了今日，我看你给本座怎么偿狂！大人有什么事吗？滚开！我家大人正在里面会客，谢大人不妨换间房。放肆！有方，谢大人公务繁忙，也有空来这儿寻花问柳。本都自是为朝廷鞠躬尽瘁，不像厂公，私底下勾结官员，结党营私。谢大人此话可有证据？证据不就在此吗？大人，大人，这人是谁呀？我们不是说好捉迷藏吗？吓死奴家了！他不就是以情报闻名天下的锦衣卫都督谢大人吗？如今看来也不过如此。这污蔑朝廷命官，我定呈给皇上，让皇上还我个清白。大人，未央姑娘不见了，不会是给那狗贼出谋报信去了吧？你若再多嘴，以后不必在本座面前示范。是。北阳，你究竟何时才能记起本座？未央，本都用心培养你10几年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？与那烟狗联合，给本都做局！未央不敢背叛督公，实在是那烟狗疑心太重，临时改变计谋，未央根本无计可施。你把我当傻子吗？督公对未央的大恩大德，未央没齿难忘，绝不敢背叛。此任务失败，是未央之罪，未央愿以死明志。谢无知，倒要看看你舍不舍得自己培养了10几年。罪不至死。请督公再给未央一次机会，这次定让那烟狗血债血偿。本座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可不得不做2手准备。未央，你不要忘记，噬心谷的解药，全天下只有我有。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如果事情办成，你便可以回到我的身边做我的女人。如果让我知道你投靠那烟狗，每到15噬心谷发作，必让你痛不欲生。谢恨之为难你了，也可怪本座做事不理。奴婢不敢。可上到别处。你倒是个闷葫芦。
区区小伤，怎敢劳烦大人？你立下如此功劳，本座怎会嫌你麻烦？这次行动你立下大功，日后就是本座贴身服侍之人，地位与洛芬同等，无人敢不敬你，可好？大人，奴婢怎敢受此疏辱？大仇未报，岂敢松懈？奴婢还没有让谢恒之付出应有的代价。说来听听。大人，奴婢所见，如今形势，锦衣卫和东厂势必一争高下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趁热打铁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，把本座当成你报复的主。真的？奴婢不敢。起来吧。日后有一批碎银进京，你可知道这个碎银是我朝与外疆之间的联系？你若想报仇，可以在这批碎银动手脚。多谢大人，奴婢会设法让谢恒之从西河镇抢走碎银，让谢恒之自以为胜券在握，实则黄雀在后，让他空手而归。本座会帮助你一臂之力。大人，实不相瞒，奴婢计划在皇上寿宴之日拆穿此事，让谢恒之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白头。野心不小啊！大人，有您在奴婢背后，我又何惧之？可越发觉不惧。回去好生休养，本座等你好消息。未央，你真是幸运。骆侍卫，愿赌服输。日后我一定会盯紧你，若你敢有什么小动作，也一定杀之。往年父皇寿宴，都公与长公的贺礼可谓是争奇斗艳，不知今年有何准备啊？臣思量许久，总觉得陛下不屑身外之物，便费尽东厂之力为陛下寻得一件礼物。早听闻陛下在外有一位公主在流落，臣便想为陛下分忧，这差便是公主幼时所在。公主现在何处？可以确定在京城。长公之礼，朕甚是欣慰。听说长公向来不近女色，近日却得美人日夜相陪。转过身来，奴婢给陛下请安，陛下万福金安。长公当真好福气啊！未央还不谢陛下夸赞。奴婢谢陛下夸赞。美，真美。不知长公可否愿意忍痛割爱？三殿下，今日是皇上大寿，臣怎么会扫兴呢？未央能获得陛下的喜爱是他的荣幸。那我就先谢过。龙儿不得无礼。儿臣知错。方才本座并未打算将你送出，陛下也绝对不会让殿下沾染奴籍女子。大人不必对未央解释，未央一切皆听大人吩咐。谢都督，今年你有准备什么好礼呢？爱卿这寿礼送的别致啊！混账东西！君无邪，你给朕好好解释解释。你身为押送税银的执行官，为何税银在你这地方丢失？税银关乎外疆，若惹怒了外疆，必须要以和亲平息，担当得起责任。启奏陛下，臣有一事，不知该不该讲。说。微臣
近日发现君长公手下的产业不甚兴旺，兴许什么？兴许为了弥补亏损，想借碎银重整旗鼓，继而起了贼心，盗取了碎银。你可还有话说？陛下，臣有事要问一下谢都督。谢都督，这密信你从何处得来？长公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陛下，该领发之人应该是谢恒之。谢恒之，你作为锦衣卫督公，不辨真伪，仅凭一封密信就诬陷朝臣，这就是你的判案。说起来，前些日子你也是这般，带人来如烟阁搜查微臣，声称臣与别人私通密谋。可有此事？启禀陛下，微臣是为了搜查盗贼，所以才冲撞了长公。好，那就误会了。那今日这是如何解释？就凭一封信就说臣掠夺了碎银，你说信就信？陛下，臣有要事要走。碎银的确被掠夺了，但是微臣发现得快，把碎银转移了位置。长公有劳了，碎银关乎国家大事，若丢失，后果不堪设。盗贼可有抓获？臣为保碎银，一时不察，让其逃走。众爱卿可有想法？臣有一事不解，碎银发生的突然，谢都督是如何得知？长公言重，正好被我手下看到，这才得知。督公可认得此物？说来碰巧，这腰牌是从抢夺碎银的刺客身上搜出来的。拿上来。锦衣卫的人，督公，你可有话说？启禀陛下，确实是锦衣卫的腰牌，是臣忽略了，请陛下恳请臣彻查此事。碎银一事交于长公全权负责，务必要搜查真相，护送碎银安全抵达京都。臣领旨。此事碎银一案已牵扯到锦衣卫，长公你无权干涉。臣领旨。去寻未央。是。凭你也想解决我？督主早就吩咐过了，今日中元，正值15，噬心蛊发作的滋味可不好受啊！长公真是好计谋，督公好心性，短短几日就让未央停，只可惜。可惜什么？只可惜你聪明反被聪明误。我的目标从来都不是长公，是未央。何意？长公，你我二人也算是知根知底，你觉得我会轻轻一息？真可惜。碎银一案，你故意的。碎银而言对我并不重要，至于与外江的关系，到时候叫个公主去和亲不就成了？所以这句，君无邪，如果你是我，想必也不会轻轻一个戏。你怎么会觉得我会心动？你利用了未央，还是长公懂我，与其一错再错，不如利用好这个棋子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君无邪，这次宴会必定会出人命，而且此事未央脱不了干系，所以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。长公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莫非连陛下的宴会你都不放过？谢恒之，倒是我小看你了。
糟了，相府嫡女死在宴会，不如我马上离开，再待在这儿恐怕难逃一死。打不开。也打不开。谢恒之，你好狠啊！为了算计我，连一心对你的沈玲珑也不放过。陛下，小女宫中遇害，唯独这贱婢与她同处一室，盼望陛下还小女一个公道。你是长公身边那个，你可有话要解释？陛下，不要听他解释。小女眼中中途哽咽，可能这天地两可，单凭一个婢女，断然不敢如此大胆。还请陛下查明真相。可惜了，暂且将此人关入大牢，待查明真相再做定夺。这今日的未央回家还礼。本都手下不允许有3心2意之人，更不允许被他人乘舟。杀了沈玲珑，嫁祸未央，让丞相误以为都是君无邪的手艺，既能获得丞相的支持，又能除了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一举两得，何乐而不为？奴婢定誓死效忠杜公。下去吧。是。长公大驾光临，真是令我这个心生悔。不过今日长公到来，似乎为何事？为了他怎可抢中宫中太医？而且他牵扯了相府之女的案子，哪怕救活了也是个累赘呀。你在教本座做事吗？长公，这位姑娘新伤旧伤叠加，状况十分不乐观，体内还有一种不知名的毒素。谢恒之说的蛊，如何医治？只能休养，无药可医呀。滚！竟是高热了。大人，为了他怎可做如此低贱之事啊！大人，本座今天心情不好，管好你的嘴。大人，怎能让你亲自照顾奴婢？身上的蛊，何解？杀害人君无邪的少爷，没杀他。真相下九泉提留你赎罪。还是你，君无邪，你纵使下人杀我女儿玲珑，怎能逍遥法外？沈小姐之死与真相大白，稍后便会送到相府。丞相还是先接了圣旨再说。奴婢的罪，长公以为我洗清了。本座用碎银的物证从谢恒之那儿换了你一命。是吗？碎银一事，本座自会向陛下澄清。要救未央，未央身上已经被本都下了蛊，而且沈玲珑之死已经让你跟丞相心生芥蒂，你又拿一个可以制衡本都的证据去救一个无关紧要的奴婢，本座这就去牢里接人，还望督公说到做到。当一个无所不能的人，有了老婆，哪里负你很久？大人怎知我身上有蛊？谢恒之还对你做了什么？奴婢知道，大人是想保全奴婢性命。大人放心，
奴婢此仇不报，绝不会死。大人放心，这蛊奴婢会解，只是场面过于血腥，恐污了大人的嘴，还望大人先回避。你身上4处，本座何处没见过？更血腥的，本座也见过。解蛊，本座看着你。有什么帮忙尽管说，本座留你的命大有用处。但流出的血液变为鲜红，证明此蛊已解。未央，感谢大人救命之恩。去，把荣神医请来。为了他，你已经抢了东在，放过了制衡锦衣卫的机会，现如今还要抢神医出山，不值当啊！不从令者斩。未央，本座要你活着。人已脱离危险，但是老夫有一事好奇。东厂现在财政赤字，请老夫先出山一次也不便宜，厂公如何舍得？从前厂公只是在一件穿心之事才舍得花钱请老夫一次，那么这个姑娘在厂公心里极其重要，不得放肆！她必须活着。噬心蛊世间罕见，若不是姑娘的意志力惊人超出，不能做出十指放血，可是这些也是不够。治标不治本，要想将蛊从引出，还需一个至阳之人的心头之血。农历9月初9生人，便是至阳之人。大人，属下一心追随于你，绝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被贱婢所骗。你不能。本座便是9月初9，可取心头血。长公，如果是取熏头之血，可损身伤体，武功难以精进。本座心意已决。长公，随我来。大人，罗芬，本座知道你忠心，可不该那么冒进。以后不要再为难未央了。属下听命便是。长公，未央姑娘醒了，感觉如何？除了略感虚弱，奴婢并无大碍，多谢大人关怀。刚刚那位大人是被你包扎伤口的。谢恒之已经知道你投靠了本座，你行事会更加艰难，你不再是他的对手。以后你就不要再插手此事，本座自会解决。大人不可，奴婢只想报仇，只要能亲手了结谢恒之，哪怕同归于尽，奴婢也不在乎。本座在乎。可奴婢不想就这么轻易放过谢恒之。等你养好了伤，再与本座来谈条件。你想报仇？只要能报仇，哪怕付出一切，我也甘之如饴。我不愿你留在大人身边，但大人有意保你。若是为今日，倒是很坦诚。若我输，我有办法助你报仇。什么办法？那日寿宴，大人赠与陛下属于流落民间公主的一只蝉。其实早在半个月之前，大人就知道这公主是谁。那公主的左肩上有一处蝴蝶印记。我不想你留在府中，不仅仅是因为你曾是锦衣卫的人，还因为你随时都有可能暴露的身份。你若识相，我送你进宫。
不愿进宫。只有获得地位和身份，才有更多的筹码对抗夏府。收拾东西，明日一早军府的艺妓便已老师便将混在其中。多谢。未央，大人，未央姑娘如今已不在军府，方才随府中艺妓入了宫。谁的主意？是属下送未央进宫的。大人，未央的身份牵扯皇室，再留在府中只能多添是非啊！洛芬，这是本座第几次警告你了？大人，不可！请大人三思，现在进去可就冒犯了圣上呀！属下自会去领罚。给朕把头抬起来。是你，前些日子还深陷命案，如今却能完完整整的出现在朕面前，有点意思。奴婢也是遭人陷害，有陛下明察秋毫，奴婢自然得以平冤。你倒是个妙人，不如日后留在朕的身边吧。陛下，臣有要事禀报。何事？为碎银一案。未央，你且退下。大人不是在禀案？丞相前来，本座在偏殿比一比，为何进宫？别乱来，这是皇宫。那又如何？你想要报仇，我帮你便是。为何要进这吃人的宫中？跟本座回去，陛下那边我会找个理由。已经来不及了，多谢大人。只是奴婢的仇，奴婢自己汇报。奴婢如今身为皇上流落在外的公主，和以往不同，君臣有别，还望大人注意身份，莫要失了分寸。一群废物，碎银一案的办法，如今这和亲的公主到哪儿去走？陛下切莫气坏了龙体。奴婢有一招，或许可替陛下解忧。奴婢曾听闻陛下有一公主流落民间，若将公主寻回，和亲一事便可迎刃而解。有道理啊！未央，朕不曾想你不但绝色容貌，还这般冰雪聪明。谢陛下夸奖。未央，你说朕该如何嫁上你？不如朕封你个常在，如何？陛下未央身份地位，怎敢玷污陛下龙体？你今年多大了？回陛下，奴婢年20，余3。你就是朕当年留在江南的孩子啊！若不是先皇逝世，我需回宫，朕也不会把你留在江南。你肩膀上的胎记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来人，朕将要大赦天下，来庆祝朕失而复得的公子。3日后，文武百官皆须进朝赴宴。你先好好下去休息，朕将会把亏欠。是。老天爷果然是眷顾朕的。外交一事，如今看来，不知谢大人找我来此为何事啊？宫中新封了个长宁公主，传闻中长宁公主花容月貌，自然心向往之啊。那我们就更该合作了。长宁公主与那阉狗狼狈为奸，是本都心中大敌。可汗又垂涎公主美貌，
可汗可向陛下提出和亲，说你心仪公主。等他到了外疆，区区一个公主，那还不是可汗你说洛风，外面为何如此吵闹？禀大人，上上大事天下，也和亲寻到的长宁公主和亲大喜。什么长宁公主？是未央姑娘。未央，你当真要去和亲？去与不去，与长公有何关系？如今我贵为公主，大人可要注意自己的身份。你若和亲，谢恒之又该如何？东城与锦衣卫势均力敌，仅凭我一人，怕是在皇权面前，也不过是个跳梁小丑。至于谢恒之，我自会在和亲之前处理掉。大人怕是为了一己私心，不想我去和亲。大胆，敢试探本座！如今你我身份对调，我尊你卑，大人可要注意自己的身份。你好大的胆！我帮你解决掉谢恒之与锦衣卫，条件是换你不去和亲，如何？皇命难违，大人是要我抗旨不遵。只要你不愿，我有千百种法子搅黄这桩和亲。你若做到，考虑考虑。未央，你是本座的，哪怕付出一切代价，也要留在我身边。进宫没几日，连本座都提防了。今日那可汗看你的眼神不算清白。大人，答应和亲属是无奈之举，您何必如此怪我？本座的女人被他人觊觎，你说本座该如何？自然是宣誓主权。这才情况消息，对所有公主冒充才行。我让你传话给未央，事情办怎么样？督公，属下并未曾将话传到，却发现了一个秘密。说，那东厂阉狗并非阉人。可有证据？属下夜探公主寝宫，只见那阉狗溜了进去。接着，两人便旁若无人的欢好，属下看得一清二楚。不是阉人，当真有趣，这可是欺君等级。君无邪啊，君无邪！原本我还想不到翻身，没想到这天来的这么快。走，随本座去下一盘大棋。走。这盗贼深更半夜出去，定有蹊跷。不行，我得跟去看看。好吧。
团锦衣为他做，你们故意引我过来的。本督有事请你帮忙，咱们谈谈你我之间无话可说。若是此事事关长公未央，未央和亲之事已成定局。不过我看长公对他是极为不舍，若他极力违抗圣命，阻止公主和亲，你觉得他是什么下场？未央之前在我谢府之时，便对我温言细语，如今去了东厂，更是居心叵测，蛊惑人心。他现在居留在京城，你我本就对立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就凭我们的目标一致。如今未央身份尊贵，本督无法派人将其诛杀，唯有促成和亲，使其在外疆收者而死。为免长公阻拦，你将此药下于长公手中，使其明日不得免生，绝不能让他阻止本督孰轻孰重，以此之天良。大人劳累了一天了，喝杯安神茶，快些休息吧。你就不怕他给你的药是毒？断然不会，属下已亲身试药。但属下都是为了大人赢啊！你能留在本座的身边，本座看上的是你这份忠心。倘若忠心用错了地方，你就不配留在本座身边。自己去水牢禁足，什么时候想明白，回来跟本座说明。是。和亲仪式准备的如何？回陛下，微臣已经和可汗商议细节，已经离京的时间，现下需要一位送公主去外疆的人选。你可有要求？儿臣全听父皇吩咐。微臣告退。长公倒是个不错的选择，有公府在身，和公主贴近又不会引起非议，还能贴身保护。这军长公怎么没来？陛下，微臣觉得长公护送公主去和亲，此事不妥。这有何不妥？长公他非男而生，又不会引起非议，怎么会不妥？陛下，倘若长公并非把人带来。陛下，臣来迟。长公来的正好，陛下与我等正好有个疑问，想请教。臣一心为大宋，即使有所隐瞒，也必事出有因，还请陛下恕罪。君无邪，你若不是阉人，太医一探为证。传太医。叩见陛下。陛下，长公身上无任何残缺，并非阉人。陛下，这是欺君之罪，君无邪手握东厂，全力套件，却向陛下隐瞒身份，足以杀之。君无邪，你现在可有话说？真相在此，臣不敢狡辩。要杀要剐，还请陛下自行决断。押入大牢。以你的心计，怎么会被谢恒之算计？君无邪，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？若不是为了你，本座何至于下这么大一盘棋？暴露这么大的秘密，只是为了不让我去和亲，你疯了！不止如此，你不是想报仇吗？趁此机会，本座一并帮你。外疆虽然国力强盛，却也不敢贸然提出和亲，硬是有人在背后穿着。谢恒之，让谢恒之放松警惕。眼下本座被关押，你和亲的事便不会再变。谢恒之还会和可汗往来，
我明白了。本座何须需要你挂念？再不走，来不及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想办法救你出去。未央和亲之事已成定局，不过我看场公对他是极为不舍。若他极力违抗圣命，阻止公主和亲，你就是他手下人。未央之前在我谢府之时，便对我温言细语，如今去了东厂，更是居心叵测，蛊惑人心。他现在绝不会留在京城。你我本就对立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就凭我们的目标一致。如今未央身份尊贵，本都无法派人将其诛杀，唯有促成和亲，使其在外疆受折。为免场公阻拦，已将此药下于场公手中，使其明日不得免生，绝不能让他阻止本都孰轻孰重。大人劳累了一天了，喝杯安神茶，快些休息。你就不怕他给你的药是毒？断然不会，属下已亲身试药。但属下都是为了大人赢啊！你能留在本座的身边，本座看上的是你这份忠心。倘若忠心用错了地方，你就不配留在本座身边。自己去水牢禁足，什么时候想明白，回来跟本座说明。是。真无邪，你我二人相争多年，从未分过胜负。今日一朝有犯，作何感想？胜者亡，败者寇。笑杀药馆，我无话可说。既然要是，那就按规矩，去给场公开门。本座被擒，东厂犹在。若督公已经不再畏惧东厂势力，便随意审判。沦为阶下囚，还得跟本座正说。可惜你错了。未央现在贵为公主，更是与外邦邦交的重要枢纽，你动不了她。未央现在身份尊贵，本座确实不能动其宗主，但她若是出了京城，就要如今没有东厂制衡，我锦衣卫如同没有城守。本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带本都一统京城。原来你的野心竟是皇权。皇帝虽然勤政廉明，但无大事无破敌，被区区外邦压在头顶上，西夏皇子各个如今我大宋朝中，所以你便想乘此上位，谋逆皇权。那就请督公去完成自己的美愿吧，本座与你无话可说。未央姑娘，奉大人之命，想要救出你家大人，只能围魏救赵，找出谢恒之犯罪的证据。你放心，既然我们的目标都是救大人，我不会刻意针对，有事您尽管吩咐就行。我跟着谢恒之数十年，知晓他的传递方式与办案证据，只要引诱他与阿布可汗再度联系，找出证据，就可以作为他的证据。谢恒之为人极为谨慎，若无大事，绝不可能露出马脚。想让他再与阿布可汗联系，怕是难上加难了。若是他知道阿布可汗要取消婚约，将于明日早朝禀明陛下，你要以身为饵，你会没命的。来不及了，碍于身份，他不会对我动手。你切记前往我告诉你的地点，找出证据。哎，当真是我错了吗？
公主便是深夜到访。好一对苦命鸳鸯，那你打算杀了还是收服其中？你可别忘了，是我将你救入水火之中。可若不是你杀了我的养父母，我又何至于沦落为你的一把刀？那，你不过就是个空有公主名头的废物。你的把戏，无非是想让我去外疆和亲，致使我与君无邪无法互相联手。可若这亲不用和了呢？和亲这种大事，其实你说不好。今晚阿布可汗以秘密进宫，与父皇请辞和亲一事，转而提出了割让城池的借口。不可能！一个流落民间毫无地位的公主，和几座能扭转局面的城池相比，想来阿布可汗心中定有思量，这毁约也无不可有。今日前来是想给督公一个警告，如若督公执意不肯放过场公，届时我们二人联手，定能给予你之重创。未央，你长本事。或许你该唤我一声公主殿下。东西拿到了吗？姑娘所料不错，你刚离开谢府不久，谢府就放出一只黑色的信鸽，途经标注的密令，被我射了下来。内容我已经看过，就是谢恒之和阿布可汗联络的证据。等过了明日，我就把证据传给陛下，谢恒之定然难逃一劫。姑娘明智。回吧，等明日定有分晓。有刺客！公主的计谋还真是得了本督的青春。公主想要告发我和阿布可汗密谈，还是没有机会了。你怎会知晓？未央，我比你知道的更加了解你。你在我身边10几年，你的一举一动我都了如指掌。你每次骗人的时候，都不敢直视他人的双眼。这次我们谈话，你多次背对于我，我怎能不气？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证据。你以为这些人拦得住？要是君无邪在的话，我还会忌惮一二。如今他身处大牢，无所作为。未央，念在往日的情分，只要你说声就擒，我留你个全尸。不要先跑，更好。没事，前方路口左拐有一条小路，可直通城来。发动所有警卫追！未央姑娘，你怎么了？香炉里是西域迷香。我怕是走不了了。谢恒之的人马，怕是很快就会追到这里。带着证据出去告发谢恒之。之前是我多有得罪，几次出场，但你从未想过要保护我，是我心虚了下来，不想当然对别的女人倾心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我答应过要保你性命，就一定不会交到那贼人手中。我上！君无邪，你怎么样？快走！走！世人说梦，今日我就让这阉狗命丧于此。谢恒之，你好大的胆子！
谋杀公主，刺杀大臣。若此事被皇上知悉，若是你们都葬身于此，大人快走！大人快走！这么多人相皇上无礼，只能拖累你。一起走。大人，快走！乐芳，一起走。快，先撤！有罪！趁谢恒之还没有追上来，你赶快逃！你不必想我。没想到堂堂场要知道，做梦！你未免太高看你自己了。之后定要让你血债血仇。是。姑娘，这是哪儿？我跟师傅下山采药，正巧碰见，便将你们二人带回来救治。和我一起的人呢？就在楼上，快站下来。他怎么样？战胜人多，忘了去途了。谢大人一条命。骆大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本姑娘从前确实受过场的恩惠，但何至于此？你知道你的师心骨是怎么解的？那是取大人的心头血做的药引才解的。大人舍身救你，还嘱咐我们不得泄露。若日后你敢做对不起大人之事，我绝不留你。别跪了，别跪了，你们赶快走。好先生，没想到你们竟是朝廷钦犯，别来害我的意外。老先生，您误会了，我们不是坏人，只是那锦衣卫的走狗在污蔑我们。您放心，等他伤好一点，我们自会走，绝不逃饶。我何尝不知道锦衣卫作恶作端，眼下他们权杖京城，我不敢得罪他们呀。等，开门！这如何是好？老先生，烦请您带他先走。我拖住他。你怎么样？喂，谢恒之当真是胆大包天，不仅假借圣意通缉我，还在全军设下关卡。看来我们很难逃脱。谁说我们要逃呢？你的意思是？这是谢恒之与外江通敌的书信，还有他私自劝养士兵收受贿赂、盗取银财等牟利的账本。你是如何得来的？一个人最得意的时候，就是他最无防备的时候。所以当谢恒之拆穿你身份的时候，你才将计就计，还说是为了不让我和亲。谢恒之不处理我，有无你于？难道我这些日子所为你做的，还不能证明我对你的心意吗？话虽如此，可眼下谢恒之掌控朝廷，连父皇都成了傀儡，都不敢对抗谢恒之，但私底下还是有很多人不服的。需要麻烦你把这个交给三皇子，如果有三皇子的帮忙，我们必定扳倒谢恒之。那你回东厂，我的真实身份是时候公诸于世。长宁，
你怎么来了？谢恒之前些日子派人四处搜查你，你如今过得可还好？皇兄不必担心，长宁此次前来是有一事相求。何事？若是谢恒之要害你，如今他虽权势滔天，但皇兄拼了命也会救你。谢皇兄，长宁来求，此次是请求皇兄出面，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。谢恒之如今只手遮天，朝堂之中无人为之抗衡。若这么下去，宋国怕是得姓谢。长宁，朝廷上如今有父皇坐镇，谅谢恒之纵然有雄心豹胆，也不敢这般。况且你也知晓皇兄的本事，这不是为难你皇兄吗？皇兄如今行事，请皇兄出面，长宁恳请皇兄。长宁派遣如此大人，皇兄如何担得起？为兄帮你就是了。谢皇兄。只是长宁，为兄该如何做？皇兄，如今朝廷虽有父皇坐镇，实则皇权架空。谢恒之排除异己的手段十分残暴，无人敢抗衡。谢恒之，当真是狼子野心。皇兄，如今朝堂之上，忠心的老臣所剩无几，明日上朝，怕是无人敢替皇兄开口。皇兄只需将此账本交于皇上，当众揭穿谢恒之即可。这是何物？这是谢恒之与外疆通敌的书信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谢恒之私自圈养将士、收受淫贿和贪污的证据。简直是无法无天。是啊，谁能想到一个锦衣卫竟有如此狼子野心？皇兄，这些证据来之不易，还望皇兄多加小心。长宁，你放心，皇兄明日一定将这些一五一十的禀告上去，断然不会让谢恒之逃脱。儿臣有事禀告。是。儿臣要控告督公私通外疆，私自圈养将士，收受贿赂。三皇子祸从口出。督公莫要人不知，除非切莫为，是敢不敢？还望父皇定夺。陛下英明神武，还请老三，朕平日里随你胡作非为，可这朝堂之上却了而起。此等证据并非儿臣胡弄，乃是长宁派人。既是长宁，朕还是太放纵你了。老三之言，都不必放在心上，朕信你。我乃东厂之主，谁敢拦我？不过可惜，你的东厂如今是我亲族，你现在不过就是个携带公主逃避和亲的弃妇。既然你我乃藩王遗孤。竟然是藩王遗孤！多年前，藩王为了大宋为国捐躯，遗孤却做了东厂厂工，这是绝了后啊！我都督有所不满，明日咱们进宫再说。皇上到。陛下，君无邪欺君罔上，人不知悔改，还与长宁公主沆瀣一气，使公主不顾两国之颜面，私自逃避联姻，绝不得。父皇，长宁回宫不久，断然不敢做出违背和亲之事。儿臣听说长宁被刺杀，方才出此下策。父皇应该查查谢督公之事。督公的锦衣卫宫内遍地都是，即便微臣这是保护陛下的安全。
丞相身为朝中重臣，应有一些忠诚意见，不知是让军无邪官复原职，还是让你继续？老臣认为，藩王名号威震四海，君长公又有身份，又有美名，又得到百姓的支持，应宽处远惩，平息一日。谢都督，眼下情景，既然众臣一心，那微臣也没什么可争议。不过，长公虽然无罪，但公主拒绝和亲，使外乡愤怒一切，引乱境。你这么办吧，准备围攻。君无邪，多日不见，身边我被禁足，路上耽搁了些，让丞相久等了。不碍事，不碍事。所以，丞相是相信令女之死不是我所为。老夫并没有怀疑，只是怀疑是背后的长公之势力。前些日子，如烟阁大换血，我救下了如烟阁从前的主人柳如烟。这是我的女儿玲珑，枉死不说，我这个当爹的，却帮助杀他的人做了这么多事，谢恒之，你不知好死。现在知晓也为时不晚。还请公主与长公稍等片刻。这是这段时间为谢恒之做事，也并非白做。他与阿布可汗的书信来往，都有老臣转达，今日就交付于长公。谢恒之诡计多端，做事心狠手辣。若是将大宋交付于他，一定会走向灭亡。丞相请起，这次我必不会再让他嚣张。谢恒之如此作为，应该除之而后快。如今宫内全是锦衣卫的眼线。这段时日大权旁落，父皇受困。今日儿臣与长公早已布局，只要陛下下令，谢恒之定当无路可逃。宣谢督公。宣谢督公。陛下这是又听了什么奸人的所言？谢督公，你圈养私贵，收银敛财，这可你可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通敌叛国。如今不过就是他人伪造的证据。你欺瞒君上，藐视皇权，谢恒之，你当真半点不慌吗？如今整个皇城都是禁囚，本座想说什么，想做什么。陛下想将我关入大牢，问我愿不愿意？你笨蛋的够久了，谢恒之，你现在还这般胸有成竹。若没有万全的把握，我们又怎会在今日结束？谢都督不妨试一试，这些锦衣卫令牌还管不管用？你通敌叛国的证据，在入宫前我已经送去锦衣卫还有各处当事。我相信，应该没有人愿意会帮一个卖国贼。作恶多端，直到今日还不肯认罪吗？锦衣卫都督谢恒之欺下瞒上，夺权逼宫，通敌叛国，打入大牢，听候问斩。你积压了数十年的大仇今日得报，
难道不想亲自动手吗？成王败寇，今日你二人看我笑话。看你笑话有什么用？我乃朝廷命官，要杀要剐，皇上吩咐。从前你屠杀我的养父母，害我的年幼失去童真，培养我成为一个冷面杀手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有今日？若非我出此下策，你能有今日成就，你该感谢我才是。我有一事不明。那我便让你死个明白。当日我救你之时，你尚且年幼，记忆尚未完整，而参与此事的暗卫被我一一诛杀。你是如何知道此事？这是我的第二世。第一世我被你蒙在鼓里，满心爱慕，倾尽所有，却换来死无全尸的下场。重活一世，我又岂会重蹈覆辙？结束了，属于你不快乐的人生，到现在都结束了。君无邪，我终于解脱了。外面发生了何事？公主，听说是天牢的谢都公越了狱，刘忠信部下护送出宫，陛下正派人全力追捕呢。谢恒之逃出来了。既然一掌没能让他毙命，让我们放松了警惕。现在他已经安全逃离出宫，想追应该很难。依照谢恒之的性子，绝不会在一个地方苟活，如日便要卷土重来。本座也是这样认为的。公主殿下，从即日起，你就是锦衣卫的新任都督，可调动锦衣卫所有兵将。我不曾收到皇上任命，且我一介女流，如何服众？公主殿下，你是这天下间最尊贵的女人，并且在谢恒之手下听任了数十年，还有谁比你更了解锦衣卫呢？陛下那边我自行解决。多谢。明日还有场硬仗要打，公主准备好了吗？陛下，陛下，陛下不好了！阿布可汗率领将卫人马围堵皇城，为首之人是谢恒之。谢恒之杀害刘荣，通敌叛国，直逼金銮殿，你是想留下一个千古骂名的下场吗？你那女儿嚣张。谢恒之，你勾结外将直逼皇城，到时候即使得到了皇权，外将又岂会轻易放过？这场单计，不惜杀。为避免太过激动，别忘了，还有这个。锦衣卫是我悉数培养，我怎么不会知道你出此下策？我早就将锦衣卫的人马调成。是吗？我跟在你身边10数年，区区一个暗庄有何不知？城郊往东10余里有一暗庄，可调动锦衣卫3万人；城北农庄内有一暗庄，可调动锦衣卫4万人。一场所有人马兵力，共5万余，
阿布可寒死的代人吧，不过8万，除去使臣礼仪，能用的只有万。谢都督，凭这个，你还想谋权夺位吗？无论怎么挣扎，你都是一个象征。谢恒之还不认罪？谢恒之还是那句话，冤枉待客。不过我死之前有句话：你守护的皇帝陛下是杀父仇人。以前将仇恨埋在心底，是因为家父叮嘱一切以大宋为主。若大宋昌势繁荣，家父便死而无憾。可陛下任由重臣分权，散尽天津，贪图享乐，将大宋一个泱泱大国变成如此模样。就连现在不敢越边线的南蛮野子，都敢骑到大宋的头上。你这样做，将家父的功劳置于何地？这也并非本意呀。自古君王难两全，这皇上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的。想让国家兴旺，并非一人之力。皇儿，如果有人辅佐，将来必然是亏欠了太久。一切终于结束了。有人凭借着蝴蝶印记，把命都给了我，害我愧疚半生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那就将你的下半辈子赔给他。